高市早苗成了日本第一位女性首相。她丈夫山本拓在两人复婚後，採用了高市姓，女性掌權，丈夫從妻姓。在日本政壇，這兩個元素第一次如此集中地在同一個女性政治人物身上出現。但我先把話說清楚，我不反對女權，也不反對女性用更激進的方式爭取權利。女性當然可以不婚不育，反父權，反傳統家庭結構，也可以拒絕成為賢妻良母。我反對的是一種披着女權外衣，卻混合了民族情緒、女性審判和內部霸凌的極端粉紅女權。他們嘴上說反父權，實際很愛審判別的女人，罵女人化妝，罵女人穿裙子，罵女人談戀愛，罵女人結婚，罵女人生孩子，罵女人不夠徹底，罵女人沒有按照他們想象中的方式反抗父權。語言可以傷人，罵人構成霸凌。尤其當一個人站在所謂更進步、更清醒、更激進的位置上，把另一個女人的生活選擇打成媚男、服美役、婚驢、驢黨、嬌妻、娼鬼，這就已經離開了討論，變成了用女權詞彙審判女性。他們問的不是這個女人有沒有被不公正的對待，他們問的是這個女人這張考卷答得夠不夠格。可他們自己真的做到這些標準了嗎？他們真的完全切斷了美役、親密關係、家庭關係、男性資源和所有父權結構嗎？他們是想解放女人，還是想找一個更弱、更好罵的女人來審判？這套審判邏輯背後有一種更普遍的錯位：中國有一部分女人覺醒了作為女人的意識，卻沒有覺醒作為人的意識。他們清楚地看見了性別不公，卻把這個坐標系當成了唯一坐標系，於是什麼都能被翻譯成性別問題。一個女人化不化妝是性別問題，怎麼談戀愛、怎麼分手、怎麼直播，全都是性別問題。這套解釋系統一旦建立，人本身就消失了，剩下的只是一個個等待被歸類、被打分的性別樣本。至於那種緊繃、那種非要爭出個誰對誰錯、非要給一切上價值的勁頭，也不只出現在性別議題上，它更像一種長期訓練出來的反應。一群從小在時刻準備集體優先、個人要服從大局這類話語裡長大的人，本來就習慣了用一根繃緊的弦活着，這樣是不是不夠格？那樣是不是站錯隊？是不是被呲了集體？這根弦到了性別話題上，換了一層皮，從夠不夠革命變成了夠不夠女權。用女性主義的眼光看世界，這本來是好事，可一旦把它變成唯一敘事，用來解釋一切、審判一切，就很容易滑向另一種規訓。舉個例子會更清楚，某個女生因為一些複雜的現實原因走上了直播這條路，只要不違法，她有選擇怎麼生活的自由。可但凡有類似的事發生，簡中輿論場裡的主流反應幾乎是同一個模板，罵她擦邊，罵她背刺女性，罵她把自由用向下的方式糟蹋了。如果有人替她說一句公道話，立刻會被歸為心疼擦邊的髒男人。這套反應值得警惕。他是在用最簡單粗暴的性別敘事覆蓋一個人真實的複雜的處境，是在無視具體的人，強行把流行熱詞往每個人身上套。他沒有反宏大敘事，只是換了個立場，繼續發布另一套宏大敘事。這種審判停不下來，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提供了情緒出口。在能推動改變的地方，比如推動某項和婚姻相關的法律條款調整，比如給受家暴的人提供實際幫助，渠道本來就不多，能做的實事有限，於是剩下的能量只能在網絡上的相互審判裡消耗掉。甚至可以往更遠想一層，爹這個位置會不會本來就是一個生態位，而不是某個具體性別的專利？把男爹打倒了，位置空出來，很快會有人以更懂女權的姿態坐上去，繼續替所有女人判卷、發卷、定標準。這和把一批管你的人換成另一批人管你，邏輯上沒什麼區別。有一類人被現實錘了，轉頭就把火撒向異性；另一類人被現實錘了，轉頭就把火撒向某個抽象的外部符號。兩種人乍看立場相反，行為模式卻驚人的相似，都很擅長繞開真正握有資源分配權、真正決定他們處境的那一層，轉而挑一個最安全、最不會有麻煩的對象開火。欺軟怕硬，可能是我們這代人很難徹底擺脫的思維慣性。被一種更粗礪的生存邏輯淹得太久，早就習慣了往下打，而不是往上看。有些姬女士的憤怒，可能是把自己過去的傷痛投射到了整個世界上。也許她真的曾經被嚴重冒犯，
被忽視、被區別對待，但她沒能處理掉那份痛，於是需要一個具體的靶子。把靶子換成打扮的女生、戀愛的女生、結婚的女生，是一種更安全的、象徵性的替代攻擊。這種行為背後藏着的，往往不只是道德優越感，而是一句說不出口的話：我這麼痛，我沒辦法容忍別人過得比我輕鬆，還被人叫一聲好女人。越是嘴上強硬的人，內心可能越脆弱。他們發出去的每一張考卷，都是自己一直沒寫完的那份答案。我想拆開的就是這一點。一個人如果只有性別意識，沒有把別人當人來看的意識，那他給別人判的每一次卷，最後審判的都是自己心裡那道沒癒合的傷口。回到高市早苗，她不是爽文女主，她首先是一個日本政治人物。如果我們只盯着她丈夫姓什麼，仍然是在用私人生活消費一個女性政治人物。就像很多公众女性一樣，不管她走到哪裡，外界總是第一時間把她拖回婚姻、家庭、姓氏、伴侶這些問題裡重新審判一遍。這當然不是說姓氏不重要，姓氏在東亞社會裡從來不只是一個稱呼。孩子隨誰姓，夫妻誰改姓，誰的姓被默認保留，背後都是家庭權利、身份繼承和默認秩序。高市早苗這個例子有意思的地方，不只在於她剛好滿足了丈夫隨妻姓這個符號，她真的進入了權力結構。她成了日本第一位女性首相，也成了自民黨第一位女性總裁。她不是只在家庭裡拿回了一個姓氏，她是在國家機器裡拿到了一個位置。她的私人經歷也剛好踩中了某些極端粉紅女權平時最愛拿來打分的幾個符號。公開資料提到，她和山本拓沒有共同子女，但她成為了山本拓前婚3個孩子的繼母。兩人復婚後，山本拓採用了高氏姓。按某些人的符號識別系統，這幾乎已經很正確了。但高市早苗不是他們想要的樣本。她是日本保守派政治人物，服務的是日本國家利益。她的政治路線裡有日美同盟，有經濟安全，有供應鏈，有防衛，也有對中國並不友好的立場。那套平時用來審判普通女性的標準，到了她這裡突然卡住了。他們平時說支持女性掌權，但當一個女人真的站上日本最高權力位置，他們開始選擇性失明。他們平時重視慣性、姓氏和父權結構，但當丈夫隨妻姓真實發生在一個日本保守派女性政治人物身上，他們又不願意承認這個符號的意義。他們平時反對女性被婚育綁定，但當高市早苗沒有共同子女，丈夫改姓，自己進入權力中心，他們仍然不能把她納入正確女性的敘事裡。因為他不服務我方情緒。高市早苗沒有打斷前文的問題，他把那套審判邏輯放大了。普通女性那裡，他表現為你化妝不對，結婚不對，生孩子不對。到了高市早苗這裡，他變成了另一種形式，你掌權可以，但不能是日本保守派。你丈夫隨妻姓可以，但不能讓這個符號服務不了我的民族情緒。你是女性可以，但不能站在我指定的對立面。有些人關心的並不是女性能不能擁有權利，而是擁有權利的女性願不願意替她們完成一次正確示範。他們支持的是我方女性掌權，是符合自己情緒坐標的女性符號。女性主體性一旦不服務他們的陣營判斷，就會被重新審判。這也正好呼應了前面那套矛盾：嘴上反夫權，實際繼續審判女人；嘴上講女性選擇，實際只承認自己認可的選擇；嘴上反規訓，實際發明另一套規訓；嘴上講女性主體性，實際把女人當成女權樣本；嘴上說看見女性處境，實際經常看不見具體的人。標準一天3變，帽子一頂接一頂，核心沒變。女人不能只是自己，必須隨時交出一張讓他們滿意的答卷。這和父權制有什麼本質區別？父權制要求女人當好妻子、好母親、好兒媳；極端粉紅女權要求女人當好女權樣本、反婚樣板、反父權符號、情緒工具。一個要求女人賢良，一個要求女人正確，看起來站在兩端，最後都在給女人發考卷。後者甚至更隱蔽，因為他披着解放女性的外衣，做的卻是另一種規訓。他問的不是女性能不能擁有更多選擇，而是你為什麼沒有選擇我認可的那條路。所以高市早苗這題不能只寫成慣性小作文，只寫她丈夫隨她姓，就還是把她關回家庭敘事裡；只寫她是日本第一位女性首相，也容易把她做成女性勝利的符號。它讓我們看到，
女性掌權不是童話，女性主體性也不一定會讓人舒服。她可以是女性，也可以保守，可以讓丈夫隨自己的性，也可以反對夫妻別姓，可以是女性權利的象徵，同時又不符合很多人對女權的想象。這才是真實政治，不是把女人改造成一種統一模板。李銀河談性別問題時也說過類似的意思，男女當然有生理性別上的差異，但很多所謂男人該怎樣，女人該怎樣，並不是生理本身決定的，而是社會習俗、角色分工和權力關係建構出來的。承認生理差異，不等於接受社會不平等；承認女人可以有身體、外貌、慾望、親密關係和私人選擇，也不等於放棄女性平權。真正該爭的是權利、機會、資源和尊嚴的平等，不是逼所有女人都長成同一種樣子。真實政治也不是爽文。一個女人上台，世界不會自動變好；一個女人的丈夫隨她姓，也不會自動給所有女性提供答案。真實政治要看錢往哪兒花，資源往哪兒配，普通人的生活風險有沒有被托舉。高市早苗上台以後，她講的重點也不是我是女性，所以你們應該支持我，而是要面對日本自己的現實問題：物價、工資、經濟增長、老齡化、勞動力不足、財政壓力，以及醫療護理和育兒負擔。她上台初期支持率並不低。路透社援引共同社民調說，高市內閣剛成立時支持率為 64.4%， 高於石破茂和岸田文雄內閣起步時的數據。每日新聞2月民調也顯示，他的內閣支持率從1月的 57% 回升到 61%。這些數字不能說明他已經做得多好，但至少說明他進入的不是一場單純的女性符號消費，而是正常政治裡的支持、期待和檢驗。評價一個女性，尤其是一個女性政治人物，最後要回到具體問題：物價能不能穩定，工資能不能上漲，醫療、養老、育兒負擔能不能被制度分擔。他當然沒有全部解決，但一個正常政治人物，不管保守還是進步，都必須對本國普通人的生活成本、工資、醫療、養老這些問題交出答卷。再看中國這邊，對比就很刺眼。世界銀行最新一期中國經濟簡報指出，中國經濟在2026年初靠高科技投資和出口保持韌性，但國內需求疲軟，房地產仍在調整，居民消費仍然謹慎，經濟增速預計會從2026年的 4.4% 進一步放緩到2027年的 4.3%。內需起不來，報告裡有一個很直白的點，不是完全沒有錢，而是錢花在哪裡。報告寫道，中國資本性支出占預算支出的 43%， 而衛生、教育、社會保障3項合計只有 28%。相比之下，經合組織國家在社會項目上的支出比例要高得多。翻譯成人話就是錢大量砸向投資、工程、基建、項目，但真正能降低普通人預防性儲蓄、讓人敢消費的社保、醫療、教育投入明顯不足。所以有時候把情緒對準日本會顯得格外錯位。你當然可以不喜歡高市早苗，可以反對他的外交路線，可以警惕日本保守派政治，這些都可以討論。但恨日本不會讓誰的生活變好。普通人的問題是工資、醫保、養老、教育、房價、失業和消費信心，不是每天換一個情緒靶子。一個社會如果最擅長的是組織仇恨，卻最不願意把資源投向普通人的生活保障，那所有人就很容易被訓練成情緒耗材，該憤怒的時候憤怒，該表態的時候表態，該罵誰的時候罵誰，但最後風險還是落到自己身上。房價下跌，損失落到個人身上，收入不穩，焦慮落到個人身上，養老壓力、醫療教育成本也都落到個人身上，消費起不來，最後還要被反過來怪信心不足。高市早苗戳破了慣性權崇拜背後的符號遊戲，極端粉紅女權，嘴上支持女性掌權，但只支持符合自己情緒的女性掌權；嘴上講慣性權，但只在這個符號能服務自己立場時才興奮；嘴上反復權，一轉頭又用另一套標準審判女人。你化妝不對，你結婚不對，你生孩子不對，你不罵日本也不對，你不夠激進不對，激進的不合他們心意也不對。他們要的是一個聽話的女性符號，而高市早苗麻煩的地方就在於，她不是符號，是一個現實政治人物。她不負責讓誰感到舒服，也不負責替某種敘事交作業。她服務的是日本國家利益，
面對的是日本國內政治，它的政策有它的保守性，也有它的現實壓力。你可以反對它，不喜歡它，警惕它的政治路線，但不能因為它不屬於我方情緒，就把它從女性掌權的討論裡劃掉。女性不是天然的道德符號，女性掌權也不是童話。一個女人可以強大，可以保守，可以讓人不舒服，甚至可以站在你的对立面。承認這種複雜性，才比拿慣性做投名狀更接近真正的平等。只盯着她丈夫隨誰姓，仍然是在把女性政治人物拉回家庭敘事。更大的問題是，為什麼有些人看得見姓氏，卻看不見他背後的權力、國家利益和現實政治？每天審判日本，審判身邊的女人，並不會改變工資、醫保、養老、教育、房價和失業壓力。普通人在情緒裡被消耗，又在生活裡自己買單。被審判的女人獨自承受後果，審判別人的女人其實也沒能從那張考卷裡走出來。